同学，大家好。我们接着再看这个半满最后的一段。又为善而心不着善，则随所成就皆得圆满。心着于善，虽终身勤力，只于半善而已。譬如以财济人，内不见己，外不见人，终不见所施之物，是为三轮体空，是为一心清净，则斗数可中，无涯之福。一文可以消千劫之罪。倘此心未忘，虽黄金万亿，福不满也。此又一说也。这个半满呢，说到这一段文，这才算是究竟。但是这桩事情不是凡夫能做得到的。那么由此可知，我们讲半讲满，半满呢还是有等级的，不能够一概而论。如果用此地这个标准，前面所说的满呢都是半，都不是真正的圆满。到三轮体空才是真正圆满。三轮体空谁能做到？化身菩萨才能做到。不但六道众生做不到，四圣法界里面声闻缘觉菩萨也做不到。为什么呢？人不能无心呐。换一句话说，他有妄想分别执着，这个标准就不适用。什么时候把妄想分别执着断尽了，那就是这个标准。所以这个标准是化身菩萨的标准，我们要知道。知道了有好处，什么好处呢？行善不会自以为满足，有这个好处。无论积多大的功德，自己心里面总是以为还不够多，还是很少，这就好不会自以为满足你才肯认真努力发奋的去修善。这个道理你明白了，才知道诸佛菩萨他们的善行念念圆满无论他修的善事是大是小，无一不圆满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妄心，他用的是真心，用的是本性，真心本性是圆满的，所以用真心本性行事，无一而不圆满。道理在此地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学佛，为什么要发愿做佛。
我们现在把这个文呢简单解释一下。为善，心不着善，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这随所成就皆得圆满，都是圆满的，都是满善。如果心着于善，虽终身勤力，只于半善而已。你要是着相修善，就是一生勤奋勉励积修，还是半善而已。什么原因？你的善心里头夹杂，这个心里头有执着，就是夹杂，夹杂着不善所以你的善功不纯只得个半善而已下面举例来说明，譬如以财济人修财布施，应当要内不见己我修财布施的时候，不执着有我能施，我用多少财物来布施，他执着有个我在这个心就不真不纯了外呢不见人，我布施的那个人也不要是放在心上我能布施，他接受我布施，你永远不会忘记这个就是你的妄想分别执着，把你纯善的心破坏了。还要终不见所施之物你布施多少钱财，不要去计较常常行布施，常常有我布施，某个人接受我布施，我布施了多少财物，这样的心行布施布施一辈子还是个半善应该怎样才是满善呢？新加坡有个许哲居士现在很多人都知道他，我们去访问他做成录像的光碟，现在随着我们一般光碟流通到全世界他今年102岁了，一生修布施，他的布施是满善他布施的财物不多天天干没有一天休息他的满善的果报大家看见了，非常羡慕102岁，身体健康，一点毛病都没有。我仔细观察，他就掉一个牙齿他的体能的状况跟30、40岁的人一样所以他常说我们要长寿，我们不要老，我们不要病。他一生没有生过病活到102岁了，精神饱满，天天
为一些老人、病人服务，那个服务就是布施外财布施，内财布施，他真的做到三轮体空了他不知道有自己，他也不会把别人布施那个人受他恩惠的人放在心上，他没有，他心地空空洞洞、干干净净也没有想到我今天做多少事情，做了多少好事，没有这个念头他真正做到三轮体空所以他的果报殊胜，没有人能跟他相比。心地真诚、清净、慈悲，就像《坛经》上所说的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我在新加坡这个3年，我举出许哲居士做例子，现身说法，你们相信不相信？你们是不是很羡慕呢？羡慕要学我们舍要舍得干净有很多人不明这个道理，不明事理真相，不敢舍认为什么呢？我都布施掉了，舍了，明天我怎么办？谁肯布施我呢？所以他念念不忘我，他就不敢真的放下放下是放下，放下一半那一半是永远没有办法放下，因此他修的善只有半善，不能达到满善，他的果报只能得到一半，不能达到圆满。这个事不能不认真去想想。如果你对这个道理了解不够透彻，你行善不彻底要想希求圆满的果报，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佛在一切经论里头常常开导我们一个人一生的财富从哪来的？你得财富是果报果必有因。财富的因是什么呢？财布施越施越多不会说我布施，我把这个财布施出去之后后面没有收获的，这个不可能你布施是种因，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你种得多，你一定收获得多，这是一定的道理所以越是肯施财的人，这个人越发财，他的财源滚滚不断而来但是你的心要真，我不是为祈求发财才想布施，我要是求发财而行布施，这因地不真，会不会发财呢？会发，不多比你布施出去的时候多一点点，为什么呢？加一点利息嘛。如果没有为发财念头而财施的，那个财就不得了财就太多太多了，那么
这个财来了，你一定拿这个财不是自己享受啊，你一定拿这个财去救济一切苦难的众生，你这个功德果报越来越殊胜啊！你的果报绝不在人间，人间没有这么大福啊，果报在天上，果报在华藏世界，果报在极乐世界啊！所以你要懂得，你要会做啊！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财富啊，聪明、健康、长寿都是果报。你要不懂得修因，因要不纯，因要不正，你怎么能得到这些果报？我们在许许多多同修当中，这些话我们不能够勉强劝人的，勉强劝人，人家还以为我有企图啊！我劝他财布施，哎，这个法师贪财，你看看他动脑筋想要我的钱，不能说啊！只有在讲经说法的时候啊，多说一些，让他听到自己觉悟啊！啊，我不要人的钱呐！啊，我如果说是用心机把你的钱骗来了，没错，你是修了布施，你会得福，我可要遭难了。啊，我欺骗人，造作罪孽，啊，我要堕落了。啊，我怎么会干这种事情？啊，我劝导你，我比你做得干净，所以我得的果报比你圆满。啊，财圆满，这个圆满不是说我有很多的财富，不是的，我每一天生活不缺乏了，这就是圆满了。啊，你有万亿财产，你每一天也是日中三食，这个日食三餐嘛，夜眠六尺嘛，也不过如此而已嘛。啊，我一分钱没有，我每一天三餐不缺，我每一天晚上睡得很好，跟你没有什么差别嘛。要懂得这个道理呀，这个福就是满了啊，身体健康长寿，没有病苦，没有烦恼，没有忧虑，没有牵挂，这是真正的满福啊！我这个接触佛法、修学佛法，今年整整50年了。这50年当中，我得到老师的教诲啊，让我破迷起信，接着依教奉行啊。当初初接触的时候，老师告诉我，修学佛法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真的得到了。老师没有欺骗我啊！
我非常感激啊！我这一生如果没有遇到这个法门，我自己知道，这一生会过得非常痛苦啊，也活不到今天了啊！寿命不必去计较啊，长与短是一样的事情，苦乐的差别太大了。死后那一个果报差别，那就难以想象了啊！所以遇到佛法，带给我这一生的幸福美满啊，带给我来世的我相信决定超过这一生许多倍的福分啊！所以这个道理要懂，事实真相要了解啊，三轮体空的重要啊！做再多的善事都不要放在心上啊！别人偶尔提起，哎，心里想想是有这么回事情，没有人提起，忘得干干净净，这就对了啊！他这个基本的道理就是业心清净呐。我们修净土宗，净土主要修学的就是这一句啊，《弥陀经》上讲的业心不乱啊，这是净宗学人修学主要的目标啊。一心是真心，一心里面没有界限啊，所以是等虚空遍法界。那你的丝毫之善跟你的心量啊一样大，所以斗属可种无涯之福啊，一斗米不多啊，一斗米的布施啊，种无量无边的福报。为什么呢？你是一心清净布施啊，你是不着相的布施，这个福报就这么大了。人能够到不着相，就是菩萨了，就不是凡人了啊！《金刚经》上说的“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这个人是菩萨啊。如果这个人着相啊，经上讲了，有我相、有人相、有众生相、有寿者相，即非菩萨啊。所以菩萨与非菩萨的差别，《金刚经》这个标准太好了啊！你心里还有我，还有人，哎，还有是非，你是凡夫，你不是菩萨啊！你心里头没有我了，也没有人了啊，也没有众生，也没有寿者。寿者是时间的观念啊，就是过去、现在、未来，通通都没有了，这种分别执着都没有了。这个人是菩萨。这个人呢，一斗米的布施，福报是无量无边；一文钱的布施，可以消千劫之罪啊！所以我们要努力提高自己的境界，境界越高，修福越容易啊！
要想提高境界，必须从断恶下手，恶要断得干净一般人是在这用功夫，但是依旧是不干不净他是断了，断得不干净因此果报不殊胜须轍断得干净，所以果报殊胜，果报圆满幕后这几句话说：倘此心未忘就是没有忘我也没有忘他，也没有忘掉你做的这些好事虽然黄金万亿，这是讲你布施钱财之多福不满也。你是半福，你不是满福，此幼业所也对于半跟满，了凡先生讲的很多我们要知道修圆满的福报接着再给我们讲何谓大小，什么是大的福，什么是小福习为中达为观之魏忠达好像是宋朝时候人他的这个故事在中国古人著作里头引用的很多，由此可知，它确确实实是事实，它不是一个虚构的观之是在翰林院任职大概职位也不是太高，被设之名士。这一句话是说，他被小鬼带到这个阴曹地府里面去了。主者命立陈善恶二路这是被鬼抓去了。主者是阎罗王阎罗王这个吏一定是判官了，教这个判官把魏忠达的善恶簿子，你做恶做善，这个阴间都有记录等于说都有档案在把他的档案调出来看看笔智这拿来了，则恶路盈庭，其善路亦诛。魏忠达一生造的恶，这个恶的档案摆满了一地都是造恶的那么善的呢？善的只有一卷，太少了，仅如注而已这个一注就像我们吃饭的筷子那么样的细卷成一卷。阎罗王看到这个样子，好，拿秤来称一称速称称之，在盈庭者繁轻，而如注者繁重这一称之下呢，那一个摆满一房间那个做恶的簿子反而轻，他这一卷行善的很少很少，就像一张纸卷起来的一样反而重。钟大曰魏忠达说了，
某年为40啊，他不到40岁啊，安得过恶如是多乎？这我怎么会有这么多的过恶呢？曰，阎罗王就说了：“一念不正即是，不待犯也。”啊，你一生造的恶太多太多了，起一个恶念，这个阴间就已经把这个善恶簿子里的那个恶的本子上给记上一笔了，不等待你犯呐。你要是犯了，是大恶；你念头才一动了，小恶。啊，大小恶的时候，这个本子的时候摆满一地啊，所以才有这么多啊。起心动念呢，不能不谨慎啊。那他就又问呢，啊，他说。那善的那一卷里头，那是什么东西呢？啊，你记载的是什么呢？阎罗王就讲了：朝廷常行大功，啊，朝廷想做一个大的工程，修3山10桥，啊，这是在福州城里面。啊，修一座，这个有3座山，这个注解里头有啊，九仙山、岷山、岳王山，所以称为3山。啊，在3山这里啊，要修一个石桥。君上书见之啊。此书稿也，啊，他说你曾经啊上书建议给皇帝不要兴这个工程，劳民伤财，啊，因为这个工程呢不是必要的，啊，不是必须要修的，可以不必的，啊，仲达就说了，啊，某虽言。朝廷不从，于事无补啊，而能有如是之列啊？他说：“确实，我是有这么一个建议，但是朝廷并没有接纳，3山10桥还是照做了。我这一篇奏稿会有这么大的力量吗？”阎罗王告诉他：“朝廷虽然不从。”君之一念呢，已在万民。向使听从啊，善利更大矣啊！这个地方我们要多想想啊，因为他这一念不是为自己啊，是为一切人民。政府要做这个工程，这个钱。是老百姓纳的税呀，是多少人民辛辛苦苦的血汗钱呐！啊，朝廷在可以不用的时候，把它用掉了，这个钱用的不当，所以他来见证。啊，所以他这个心呢，是为人民着想的，这个善就大了。如果朝廷要采纳了，那你的善就更大了。啊，虽然没有采纳，你的心已经是为国为民，这个善大。这底下总结，故志在天下国家，则善虽少而大。
狗在一身呢，虽多亦小如果你只顾着你自己个人、你家庭的利益，你做的再多，做的再大，也是小善。这个道理还是佛法里面所说的“境随心转”呐。所以，我们存心一定要为众生你为众生这个境界越广大，你的这个善的力量越大我念为这个深圳市，这个善就很大了。深圳市居民有400多万我今天在报纸上看到的。如果包括到这边来做生意，不是定居的这些旅游的人人口达到700万我们的存心念念为700万人的福利着想，这个善大了。可是，如果你要是为整个广东省着想，为全国着想，为全世界着想，那这个善就更大了但是，如果要比化身菩萨呢，我们这么大的善，为整个世界人着想的善呢，还是半，还不是满。为什么呢？化身大士起心动念是尽虚空遍法界，不是为一个世界，不是为一个星系我们讲太阳系、银河系，不是的，那还小。化身菩萨起心动念呢，是为尽虚空遍法界所以人家那点滴之善都不可思议，都无量无边。这个道理、事实真相，我们一定要懂得怎样去学古圣先贤、诸佛菩萨修集大善。末后这一段讲到难易何为难易？说到这一条，了凡先生先引用儒家讲纯阳的功夫。先儒为克己，须从难克处克将去。夫子论为人，亦曰先难先要从难的下手，容易的自然就都做到了所以他说，古时候儒家讲求克己的功夫，可以说克服自己的烦恼习气要从哪里做起呢？要从难克服的地方克下去。譬如我们一般人，有人贪财、爱财有人好色、贪色，有人好名、贪名每一个人烦恼习气不相同怎样克服自己的习气毛病呢？自己习气的哪一条最重譬如我对财看得最重
贪财这个念头、烦恼习气最重，我要从这一条下手，其他的都容易了。父子论为人，孔老夫子讲到为人，也说到艰难呐。换一句话说，如何能做到人，也必须从难的地方下功夫。难在哪里呢？难在你要想做一个仁人，必须要把自私自利克服掉啊！自私自利难呐，有自私自利，人就没有了。人这个字，这个文字是个符号，你看看这个符号是什么样子？它一边是个人，一边是个二啊。这是会意，叫我们从这个符号体会这个意思。要做到自他不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人的意思。想到别人，立刻就想到自己；想到自己，立刻就想到别人。这叫做人。佛法里面讲自他不二，自他是一，不是二啊。那么换一句话说，如果我们有私心，有自私自利，人这个字就没有了。所以菩萨称为仁者这在佛法里面经论里面，佛常常称菩萨称仁者仁者是菩萨，没有自私自利。前面跟诸位举过例子，《金刚经》上讲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这种人是仁者。这个标准高啊，所以夫子说艰难呐，克服自己自私自利这个念头难，要从这里下手。在佛法讲了无我要从无我相这个地方下手。下面了凡先生举几个例子当然这几个例子还没有达到夫子论人的标准，这个标准太高了，那是圣人的标准是佛菩萨的标准，不是凡人那么现在把这个放下，我们先来看看凡人。比如江西苏翁江西有个苏老先生，学2年仅得之速修，代偿官银，而全人夫妇这是有一对夫妇很贫穷大概欠了这个国家的税收没有办法完纳税收，遇到这个苏老先生。苏老先生也不容易他是个教书的大概是个教私塾的，2年得到学生一点速修，就是一点供养，不多遇到这些苦难的人
没有办法交付这是罚款我们以罚款来说吧，他通通把他代偿了，保全这一对夫妇，这个不容易在有钱的人做这个事情不难没有钱2年辛辛苦苦教书的收入都帮助别人那第二个故事呢，与邯郸张翁邯郸张先生这张老先生写10年所及之前，带玩输赢，而何人其子他也是遇到一对可怜的人，这一家可怜的人把10年的积蓄通通拿出来，帮助人玩输赢成全这一家人。皆所谓难舍处能舍也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的如镇江景公，虽年老无子，不忍以幼女为妾而还之邻这是一个邻居看到他年老无子把他的女儿送给他做妾，女儿很年轻，他不忍心把他送还，这难忍处能忍也。故天降之福以后凡有才有势者，其立德皆易也，做好事容易易而不为，是为自朴所以自朴自弃，把这个积善积德修福的机会错过了他不肯干，在他干太容易了。贫贱作福艰难男儿能为是可贵也，叫难能可贵举的例子都是非常贫穷，在社会上没有财富没有地位，你看到别人有急难他能够不顾一切把他的全部财富拿出来，就帮助别人，解决别人的困苦，这是难能可贵所以他们的果报也厚但是我们要明了，他当时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只是知道帮助解决别人的苦难，没有想到自己的果报如果想到自己的果报可能他就不干了。所以这个8段文字我们读了，我们自己一定要晓得，自私自利、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贪嗔痴慢，这16个字必须克服。这16个字不能克服，我们这一生断恶断得不干净，修善修得不圆满总是一些小善半善
果报虽然在来世，因为只有大善、满善，才能改变自己的业报。像了凡先生他做的，他改变了命运。有很多人修善积德，依旧被命运所转，改不了命运，原因在此地，他断恶断得不干净，修善修得不圆满，道理在此地呀。如果在学佛，学佛的目的是要开悟，是要求明心见性，是要求往生净土，那这16个字如果不把它克服，这16个字就造成严重的障碍。不仅是明心见性被它障碍了，大彻大悟也被它障碍了。不仅如是，连我们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也被它障碍了。我们不能不知所以念佛的人多，往生的人少，原因在什么地方？我们就明白了。好，今天就讲到这里。